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叮当狗，欢迎你们回到我的狗窝哦。这集继续叮当狗5天4夜的迈阿密深度游。上期第1集旅行的头2天，我们在罗德代堡坐汽艇草上飞找野生鳄鱼，坐游船在美国的威尼斯看豪宅听八卦，有日落沙滩美景相伴，还猛吃了龙虾海鲜各种美食。还没看的宝子记得去回看哦。这期迈阿密第2集，咱们来到迈阿密的市区，逛逛超美超好拍的维斯卡亚博物馆，在小哈瓦那尝尝古巴美食，再去迈阿密著名的白沙滩上躺平看日落。那就赶紧进正片啦！早上酒店简单吃个早饭，10点半我们就开到了迈阿密必逛的花园博物馆维斯卡亚。因为这个景点太火了，博物馆里头的停车场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停满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博物馆马路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免费停车场，自驾过来的话停车是不成问题的。我们没有提前订票，到门口直接买票也很方便。成人门票平日的话是25美金，但是遇到节假日价格会上浮。我们感恩节期间去，成人门票35美金。1914年到1916年期间，已经退休的单身富豪詹姆斯·迪林建造了维斯卡亚，作为他的冬季别墅。当时50多岁的詹姆斯·迪林患有恶性贫血症，医生建议他待在气候温暖的地方多晒太阳，于是他就选中了迈阿密建他的豪宅。不过从1953年开始，维斯卡亚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，整个花园博物馆只有一栋主建筑，就是迪林的别墅，其他部分就是占地面积相当大的花园。让维斯卡亚成为网红打卡圣地的，也正是它这些巨出片的花园，随处都能看见穿着华丽裙子来拍照的小姐姐们。像这样带拍摄团队来摄影的话，是需要提前付费申请 permit， 根据拍摄的场地和时间不同，价格在250到750美金之间不等。花园的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主题，许多可以登高的平台能从不同角度欣赏花园和别墅的建筑。我很喜欢这些覆盖满爬藤植物的小亭子，毛茸茸的有点可爱。还有爬到高台上回望别墅的这个角度，搭配迈阿密的蓝天白云，也太美了吧！不过维斯卡亚美景最出圈的是它临海的这一片，尤其是这个亭子，在网上看的好多美照都是在这里拍的。叮当狗一开始是有一点不屑的，就这么个亭子有那么神吗？直到我的手残队友在这里随手就给我拍出了人生照片。咱不得不承认，这个亭子是有点魔力的。它的配色线条，外加四周的海景，开上广角镜头，确实是怎么拍怎么有啊！各位仙女们放心冲吧。维斯卡亚临海这一面还有一艘驳船，也非常抢眼。这艘船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，外层用的是本地珊瑚石。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，也是保护庄园免受暴风雨侵袭的防波堤。虽然现在游客不能登上石船了，但当时这里还是迪林用来招待客人的休闲空间。客人们需要坐贡多拉船登上这座石船，当时上面有园林景观，配备了家具，甚至还有一个带花架圆顶的避暑小屋。迈阿密室外太阳热情似火，而维斯卡亚的主建筑，也就是迪林的别墅里是有冷气供应的。仙女们在花园拍热了，可以进别墅参观纳凉。一迈进别墅的大门，满眼都是欧洲风情，恍惚间都快忘了自己身处美国了。其实这就是詹姆斯的用意所在。在别墅的设计上，他特别要求把欧洲设计传统融入迈阿密的环境，表明美国不仅在经济上，而且在文化上都可以与欧洲一较高下。整栋别墅包括34个装饰精美的房间，里面还收藏了不少艺术品、古董和家具。这一个个房间真是极尽欧式奢华，从家具到墙面都是繁复的装饰，主打一个极繁主义啊！属实是给叮当狗这种偏好极简装饰的人一点点震撼啊！整个1楼我见到的最接地气的艺术品就是这件抠脚底板的少年，太有生活气息了。能在迈阿密置办这种高规格的豪宅，这迪林家族的财富必然不可小觑。他们的发家史要从詹姆斯的父亲威廉·迪林说起。他最开始继承了家族的毛纺厂，后来迪林家族又开始投资美国西部的土地，并且控制了一家农用设备制造商，改名为迪林收割机公司。迪林收割机1个小时能收割6亩地的谷物，提高了生产效率，使得西部的商业农业获利更多。随着更多收割机的售出，迪林的土地投资价值又不断增长。到19世纪末，迪林家族已经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了。整栋别墅的1楼主要是中间的室内庭院和一些餐饮活动空间，上2楼的话就能看到很多客房。维斯卡亚总共有9间客房，每一间的设计都各有特色。当时来访的客人可能会在这里住上好几个星期。别墅的设计师给所有客房都取了很奇特的名字，
有些灵感来自一些人物，有些是来自设计风格。比方这间名字叫 Money， 是为了纪念威尼斯的最后一位领袖，统治到1797年的总督卢多维克·马宁。房间的设计采取简洁实用的毕德麦雅风格。我们还在2楼发现了一个窄窄的旋转楼梯，可以通到3楼的卧室。从楼顶顺着楼梯往下面望，有种神秘的美感。小时候学的斐波那契数列之美就这么具体地展现在了眼前。大家来 Vizcaya 的话，记得找找这个有趣的小空间哦。最后，关于这个博物馆的名字 Vizcaya 也有个有趣的故事。这其实是詹姆斯·迪林创造出来的词汇。最开始，詹姆斯想用美洲探险家，也是西班牙商人的名字 Vizcaíno 维兹卡伊诺来命名这座庄园。但1914年的时候，他写信给设计师查尔芬，表示想把庄园的名字改成 Vizcaya 维兹卡亚，因为 Vizcaya 发音更简单也更美，而且 Vizcaya 能让人同时联想到西班牙以及庄园所在的迈阿密 Biscayne 海湾。詹姆斯在信中表示，可能找不到比 Vizcaya 更好的名字了。事实确实如此，他创造的这个名字太美了。迈阿密和美国各地的房地产项目、餐厅和会场都争相使用，这一点叮当狗也是有实际体验的。我住的附近有一个偏欧式建筑风格的小区，名字就叫 Vizcaya。看过正主 Vizcaya 博物馆以后，每次路过这里都会倍感亲切。咱们在 Vizcaya 一顿审美加艺术的熏陶，接下来该摄取些美食了。我们开车20分钟来到小哈瓦那吃古巴美食。小哈瓦那这里不同片区停车费都不太一样，价格从每小时2-3美金到10几美金都有。整个迈阿密自驾下来，我感觉停车用 Pay by Phone 这个 app 挺好用的。app 的地图上能看到附近哪些地方可以停车，价格多少。预选的停车时间快到了，还可以用手机远程加时间，避免被贴条罚款。小哈瓦那这片街区是以古巴首都哈瓦那命名的。这里离迈阿密市中心非常近，居住着许多古巴难民和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移民。1930年那会儿，这里是一个中下层的南方犹太社区。到1960年左右，随着大量古巴难民的涌入，他们带来了古巴的文化，小哈瓦那这个绰号也就随之而来了。如今，小哈瓦那是迈阿密西班牙裔人口最集中的地方。虽然其中古巴裔人口大幅下降，但还是保留着浓浓的古巴风情。来到这里就好像在美国品尝了一份丰富的古巴文化大拼盘。咱们第一步先尝尝古巴三明治，吃的是口碑很好的 Sandwich Little Havana， 这家 Yelp 上4.5星，谷歌上4.6星。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快下午2点了，门口依然有不少人在排队等着入店用餐。问了一下服务员，等位大概要20分钟左右。排队的地方没有遮阴，有点太晒了。叮当狗想要耍个小聪明，在外面的窗口点个外带去别的地方吃，还以为自己这招曲线救国玩得很好，老得意了。没想到外带也等了20分钟才拿到。眼看着原本内用队伍里排在我们后面的客人都进店了。大家要是来的话，外带可以提前在网上订好，晚点过来取，要么就干脆等着内用，也不会太久的。拿上古巴三明治，咱们再配上一杯古巴咖啡才对味嘛。找到古巴咖啡馆 La Colada Gourmet， 谷歌上1600个评价，4.7颗星，估计是不会出错的。进店跟服务员确认了一下，可以在他们家里吃外带的三明治，就放心坐下来了。这家咖啡馆的装饰很有意思，墙上这个咖啡杯做的时钟深得我心。一走进店里面，视线就会被这台红色的咖啡烘豆机吸引住。店里的货架上有很多他们自家烘焙的咖啡豆，还有咖啡周边产品。每张桌子上都摆了2个小杯子，一杯没烘过的咖啡豆和一杯烘焙过的。看来他们家对自家的咖啡豆是非常有自信的。店里面还卖古巴雪茄，我们点了服务员推荐的他家最有人气的 Tres Leche Coffee。这个做咖啡的角落满墙都是各种杯子和装饰，但是倒不觉得凌乱，反倒给人很温馨的感觉。看到柜台上甜品很诱人的样子，我又加点了一个 Tres Leche Cake。等咖啡的间隙，终于可以尝尝我期待已久的古巴三明治了。我们选了2种，一个最招牌的 Cubano 古巴三明治，一个 Miami 风味的，都是13.49美金。长条形的三明治拿在手上有点分量，沉甸甸的。距离我们拿到三明治过去20多分钟了。打开的时候，里面的瑞士芝士居然还能拉丝呢。传统的古巴三明治是把食材夹在中间，压制成一个脆皮面包。从这个截面能够清晰地看到，面包里面从上到下分别是瑞士奶酪、腌黄瓜、火腿、烤猪肉，最下面涂了黄芥末。看到这个肉量，我这个肉食新人表示很满意。三明治在压制的过程中，肉
豆里面的油脂浸到了面包的空隙里，吸了油的面包加上压制过程中的高温，变得特别脆，一口咬下去，嘴巴里肉香四溢，猪肉的油腻被黄土和酸黄瓜平衡掉了，让人一口一口停不下来，很上瘾。难怪不是饭点还有这么多人排队，这款古巴三明治讲真的可以排到我人生三明治的 top 3了。吃三明治的档口，咖啡甜点上来了。The Les Leches 在西班牙语里是3重牛奶的意思。这杯咖啡最下层是甜炼乳加牛奶，顶上是甜奶油，构成了咖啡的3奶。淡奶油顶上还撒了一些饼干碎。咱们先不搅拌，直接喝一口。里面的咖啡非常浓，是重度深烘焙的咖啡豆，苦味重，尝不出任何酸味。如果把牛奶炼乳搅拌一下，就得到了一杯甜甜的奶咖。不喜欢太甜的话，不要把最底下的炼乳全搅开就好了。刚才大太阳里走得超级热，喝上这一杯冰冰凉凉、风味浓郁的咖啡，真的很爽，感觉脑子被咖啡因一键重启了。接着咱们再试试另一个三明治 Miami， 外层还是压得脆脆的古巴面包，里面配的是火鸡肉、手切烟熏培根、瑞士奶酪、生菜、番茄和蛋黄酱。因为里面多了蔬菜，整个三明治吃起来更水润清爽一些，热量同样够大，吃起来很满足，味道也是非常好的。但要是非从 Cubano 和 Miami 里面选一个的话，我更推荐 Cubano， 因为烤猪肉会带来更多的油脂和肉香，感觉更胜一筹。最后用3奶蛋糕溜溜缝。3奶蛋糕是把海绵蛋糕浸泡在淡奶、炼乳、鲜奶油这3种奶当中而得名的。蛋糕顶上再铺上打发的淡奶油，松软的蛋糕体吸收了这些奶，口味会变得有点像布丁。他家泡了奶的蛋糕吃起来奶味是很浓的，就是甜度对我来说太高了，得配苦咖啡才行。还有蛋糕上面的这一层，我很确定不是打发的淡奶油，吃起来没有奶味儿，有点像棉花糖的口感，只是不太确定是不是植物奶油。这款蛋糕不算太推荐吧。吃饱歇好，我们在小哈瓦那逛一逛。小哈瓦那有好多古巴雪茄店，有的能看到老师傅制作雪茄的过程。第8大街转角这里有一家很大的卖雪茄的店铺，走进去各种品牌的雪茄看得人眼花缭乱，一支从几美金到上百美金，相差很大，水看起来很深的样子。这家除了雪茄还有其他配套的装备，喜欢的人逛起来应该是很带劲儿的。不过叮当狗对烟草是完全不了解，全当是看个热闹。小哈瓦那还有一个著名的多米诺公园，之所以会有这个名字，是因为有很多当地人，尤其是大爷，会聚集在这里玩多米诺骨牌。这跟中国大爷聚集在公园里玩象棋真是一样一样的。走在小哈瓦那的街上，给我印象很深的有2点，一是这里的墙面上的涂鸦彩绘，不仅数量多，色彩也超级鲜艳。另一点呢，就是这里的街道上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公鸡雕塑，星巴克门前的这只还特地用了绿色，这只大公鸡还抽上了古巴雪茄。咱不禁要问了，为什么小哈瓦那会有那么多公鸡雕塑呢？我查了下，也没有什么定论。有些人说是因为公鸡能带来好运，最早是2002年的时候，为了给小哈瓦那第8大街招揽游客，设计了大约8个公鸡雕塑。如今这些公鸡果真结结实实的成了小哈瓦那的标志之一呢。说给小哈瓦那的热脸，下一站咱们该去奔到迈阿密沙滩日落了。从迈阿密市中心开出来，沿着麦克阿瑟地道一路开向海边，路上能看到各大公司的邮轮停在港口里。我们把车停在了 South Point Park 的大停车场里，同样可以用 Pay by Phone，2美金1小时，价格还不错。走到沙滩边也只要5分钟。路上遇到了起航的大邮轮，距离很近，都能看到邮轮顶层的游客朝陆地上招手。South Point 公园最南边有个栈桥，走在上头，面朝大海，可以目送大邮轮，飞过山又能看日落。往北看是迈阿密沙滩的全貌，地理位置是相当棒。从栈桥往沙滩走，夹道好多椰子树，树上真的能看到小小颗还没有成熟的 baby 椰子。终于，我们走上了这片鼎鼎大名的迈阿密沙滩了。这可是出现在我初中英语阅读理解里让人神往的名字啊！此时此刻，白沙滩就在脚下，晶莹的蓝色果冻海就在眼前翻着浪花，心里头还有种莫名的感动。靠近 South Point 的这一片沙滩没有过分热闹的人群，在沙滩上随意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就能惬意地享受海天与落日带来的极致视听盛宴。
作之后去吃石蟹蟹螯的百年老店 Joe's Stone Crab， 尝尝这种佛州特产。从 South Point Park 的停车场步行只要5分钟就到了。他家转角这里的门面是提供 fine dining 的主餐厅。我们中午那顿吃得太晚又太顶了，吃不太下，准备就去旁边的 Joe's Takeaway 外带个蟹螯尝尝就好了。这里除了外卖石蟹，还有沙拉、面包、汤之类的轻食，也可以选择在店里内用。石蟹蟹螯很贵，咱能省点内用的小费就省点吧，准备打包回车上吃。Stone Crab 石蟹在1921年之前还是种无人问津的螃蟹，而如今它的身价暴涨了400-500倍，这其中 Joe's 餐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当年迈阿密的海湾边遍地都是这种蟹钳巨大的螃蟹，但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可食用的。这天，附近水族馆的鱼类学家来 Joe's 吃午饭，带了一麻袋活的石蟹，问老板 Joe 这东西怎么煮比较好呢？Joe 二话没说，把石蟹直接扔进水里煮了，冰镇以后再搭配土豆泥、蔬菜沙拉和蛋黄酱卖，一举获得了大家的喜爱。Joe's 也就成了卖石蟹的始祖店。最开始4-5只螃蟹才卖75美分，而土豆泥和凉拌卷心菜当时都要卖到25美分呢。咱再看看现在的价格，让人心都要滴血呀！蟹螯的价格是按大小分级的，大蟹螯79.95美金5个，中蟹螯49.95美金7个，而 Select 精选蟹螯是59.95美金6个，价格比23年的时候分别又都涨了10美金。对比下来，我们选择了 Select 精选的，感觉多出个10美金，个头会比中蟹螯大不少，性价比更高。哇！实际拿到手上一看，这 Select 的大小已经让我很满意了。一份蟹螯配了1球黄油和1盒奶油芥末蛋黄酱，1片青柠，随餐还送了2个小面包，黑色的这个放了咸口的洋葱内馅。不过这2个面包的口感都一般般啦。咱们还是尝尝主角蟹螯吧。石蟹的蟹螯巨硬，牙齿是肯定咬不开的。点单了以后，店员会戴上护目镜，把蟹钳敲碎了，方便我们吃。咱们先不蘸酱，尝尝蟹螯的原味。里面的蟹肉带着新鲜海鲜的清甜，还有淡淡的咸味，肉质 Q 弹，完全不会柴。刚打开盒子的时候，隐隐闻到了一点海腥味，但吃到嘴里却一点都不觉得腥气。它附赠的酱料是酸味明显的蛋黄酱，我个人觉得蘸这个酱有点多此一举了。滴上青柠汁比较爽口，倒是不错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吃原味，最鲜甜。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只能吃石蟹的蟹螯呢？因为石蟹它的蟹螯虽然大，但是身体很小，食用价值不高。而且石蟹蟹螯断了以后，大约1年的时间就能长出新的蟹螯，所以每年10月15到5月15日，也就是佛州石蟹的合法捕捞期，蟹农会从石蟹身上取下1只或者2只蟹钳，然后再放归海洋，等到明年再循环收获。而 Joe's Stone Crab 至今仍是迈阿密石蟹蟹螯的最大买家。来迈阿密如果准备只吃1餐石蟹的话，选 Joe's 肯定是不会出错的。好啦，这一整天迈阿密市区游的精彩行程就到这里了。下一集我们要去迈阿密被誉为世界潜水之都的 Key Largo 浮潜，看珊瑚礁、各种小鱼，还有标志性的水下基督像。再去尝尝朋友吃过后力荐一定不能错过的龙虾卷。此外还有迈阿密的 Wynwood 涂鸦墙、Bayside Marketplace。不想错过精彩内容的话，记得关注订阅叮当狗哦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我是叮当狗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订阅哦。